最近流行的一些新款车啊，他们都有 AEB 自动刹停系统嘛，对不对？遇到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呢，就要把车停下来嘛。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周期吗？哇，好像有点过爆，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我现在人就是在嘎江这边的这个嘎江 Stadium。为什么我会在这边？看到吗？这边有一条很直的路啊，虽然不是很长啊，目测大概是200米左右。然后今天呢，我们准备了4款国产车 ：Proton X70、Proton X50、Perodua Ativa， 还有 Perodua Arus。今天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试看啊，这个车啊能不能做到这个所谓的自动刹停系统。然后现在看到我身后的参赛者 Ativa， 他就要去创那个。刚刚后面的工作人员很忙碌，在那边放的一些不倒翁啊，然后上面还粘了一个 Spider-Man 的那个气球啊，让它尽量看起来比较像一个人形啊。后面还有一堆箱子哦，那个可能是下一个 challenge 啊。那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这4辆车啊有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测试啊，就是在时速30去撞这个东西，看它会不会自动刹停。所以你们花了那些辛苦赚来的钞票啊，买的这些车有这些 features， 但是这个 feature 相信你们在公路上是不会去故意让它操作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让它故意操作一下啊！看一下我后面的 Ativa， 它差不多要出发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Ativa 有没有办法在时速30左右的时候成功 detect 到前方的障碍物，然后把车停下来了。现在工作人员还在那边。准备，因为风有点大，会把那个不倒翁吹飞啊。OK，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 OK 了，我们就来看一下 Ativa 的表现怎么样啊 ？Let's go。来，准备就绪的选手 Perodua Ativa， 我家里也是有一辆，但是我是没有试过它的这个 ASA 自动刹停系统啦，所以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啊，就是停下来了。OK， 现在开始。OK， 看起来是 fail 了啦。我觉得啦，我猜啦，它有很多一些必须达成的因素啊，才会让它真的停下来。好像时速很重要啦，再来就是那个 object 啊，假装是人啊，还是假装是动物的东西啊，可能要移动啊。所以我就在想啊，因为 Ativa 它是靠2颗镜头啊，在 detect 前方的障碍物，好像这一种 Spider-Man 放在比较矮的位置，我们模拟它是一个小朋友在路上玩啊，或者是小动物啊。Ativa 因为它镜头是在比较高嘛，在大镜上面，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它没有办法侦测到前方的一些障碍物啊，所以 Ativa 在刚刚的测试呢是没有办法把车停下来。现在我们打算呢，就是让它去撞一些比较大的障碍物，好像箱子啊，然后我们在箱子上面还放了一个人形的卡通啊。来了的。OK，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把车停下来嘞。OK， 躲来树下乘凉一下，顺便交代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一辆 Ativa 呢，没有办法在时速35的时候安全的停下来。驾车的这个 driver 他是讲呢，他是有听到一些 warning 的声音，哔哔哔哔哔，2颗镜头很明显是有在工作 ，ASA 是有介入，但是就没有的成功把车停下来啊，这一点呢就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点啦。OK， 而且刚刚我们是有经过确认了这一个ASA 的东西啊，通通都是有启动的啊，是没有关闭到它啦，所以是感觉有点奇怪。接下来我们还会再试一下 X50啊、Arus 啊，还有 X70的这个自动刹停系统，看一下到底它有没有办法真的可以把车停下来。现在他们又在忙碌的把箱子啊放回去了啦。2 hours later. Round 2. Oh, 是撞到满地都是 box 啊 ，X50
也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其实它是有 detect 到前方有东西，它有给 warning， 它也有刹车，但是停不下来。如果是讲在一般上路上的情况下啊，前方的车子啊，很有可能还会在移动，所以当它在开始刹车的时候，前方的车可能都已经走掉了。所以我觉得镜头搭上雷达，双管齐下的这种情况下呢，它在侦测前方障碍物的时候啊，效果会比 Ativa 来的更加精准一点点。毕竟它除了 warning， 它还有紧急刹停。Ativa 就只是给 warning， 但是没有刹车。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啦。So X50 紧急刹停 AEB 系统虽然是 fail 了啦，但是它是有在工作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款车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效果啦。Let's go。OK，Charlie Cars 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的把这个巷子又排好了。然后现在下一辆接受挑战的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Perodua Arus， 一样搭载了这个 ASA 啊，但是它的 ASA 是 2.0 的啦。刚刚的 Ativa 是 ASA 3.0 都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么 ASA 2.0 停下来的几率应该会比较小一点啦。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 Arus 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啦。Let's go。Round 3。现在就看一下这辆 Arus 啊，在时速30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Arus 竟然停车了！我没有想到一个 Perodua ASA 2.0 竟然可以停下来，又 surprise 到我。Why？ ASA 2.0 竟然停下来了，到底是刚才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没有达到什么要求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为什么 Arus 停得下来 ，Ativa 停不下来。X50 停不下来，这个我就真的没有弄明白啊。OK，Arus 都停下来了 ，X70 如果没有停下来啊，就讲不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信心又回来了。我以为今天4辆车都会打包到完，现在有了信心，我们就去 test Proton X70。Let's go。Round 4。李谢，你还好吗？李谢 ，X70 没有停下来啊，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自动刹停啊，连 alert 一个声音响都没有，就直接撞上去了。所以试了Ativa、Arus、X50、X70，表现最差的就是 X7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介入这个 AEB 系统啊。其实，在这一次的测试之前啊，我们已经测试过很多次 X70了，它都没有办法顺利停下来。而且我在主机那边，我们已经 double、triple check 了很多次，确定是有把这个系统打开了，但是它就是完全没有放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Oh yes， 测试了4辆马来西亚具备这个 AEB 系统的国产新车。左边看起有 Perodua 代表 Arus， 还有 Perodua 代表 Ativa， 再来就是 Proton 的代表 X50， 还有 X70啊。这4辆车里面呢，在这个 AEB 啊主动刹车系统这一个环节呢，我个人觉得表现最好的，真正啊有把车停下来没有撞到箱子的呢，只有 Perodua Arus。这辆 Perodua Arus 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如果你们没有看过它的影片的话，都可以到我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一下。它是具备了车镜上面有2颗镜头，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但是它是不具备雷达的啊，所以我以为只是靠镜头是没办法把车停下来的。结果4辆车里面只有 Arus有把车停下来，而且它的 ASA 还是比较旧一代的 ASA 2.0。它身边这一辆 Ativa 呢，跟它一样是用2颗镜头来做侦测，都是在车大镜上面啦。前方这边 bumper 这边是没有什么短波雷达的啦。它的 ASA 呢是比 Arus 来的更加进化，属于一个 ASA 3.0。但是没有想到，在时速30的时候，只是给到一个 warning 的声音，哔哔哔哔哔，但是没有主动刹停，这一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啦。Ativa 身边呢还有这一辆跟它一样红红很漂亮 Proton X50， 这一台 Proton X50呢
不止大镜上面有这个镜头侦测啊，还有一个短波雷达在 bumper 这边。本来我以为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啊是更加先进，有办法安全的把车停下来，但是也没有啊。不过它有给 warning， 也有给到一个刹车的感觉，只不过那个距离啊不够让它把车停下来，这个是有点可惜啦。再来就是我身后最后一辆 X70，什么反应都没有，连 warning 也没有，这一点我就觉得有点太奇怪了。所以现在来做一个总结啊，表现最差的，我个人认为是 X70，因为它连 warning 都没有。表现第3名的是 Ativa， 它有 alert beep beep beep， 可是它没有刹车。表现第2名的是 Proton X50， 它有给到一个 warning， 有给到一个 alert beep beep beep， 然后它也是有帮忙刹停，但是它没有办法及时停下来。表现最好的，让我大跌眼镜，就是 Perodua Arus， 它是在这4款车里面，以这个 AEB 系统来讲最为普通的一款，而且技术也稍微老旧一点。没想到只有它成功在时速30的时候把车停下来。OK， 今天这个测试不是很正式的测试，主要还是以我们这种平时驾车的人的方式来试驾这些车款。所以今天我的这个试驾方式并不是官方的试驾方式哦，所以不能拿官方的数据跟我试驾的方式来做一个标准啊，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罢了。好啦，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在影片结束前呢，非常感谢 Charlie Cars 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啦。如果你们想要找新车、二手车还是 recon 车的话，都可以到 Charlie Cars 上面逛一逛啦。上面还有这个 Alicia， 你可以过去找他，他可以对你的一些买车需求啊，给到你一些购车的建议啊。再来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影片结束过后啊，赶快到 Charlie Cars 的官方 YouTube channel 那边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拍摄的另外一部影片。Charlie Cars 的团队呢，在今天也有拍摄了另外一部比我更加详细的评测啊，内容非常的精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好啦，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